她曾是 TVB 的颜值担当，被称为最完美的女人。她甜美的笑容、周正的五官、耀眼的学历、优秀的家世，一笑弯弯梨窝点点，亲和力十足，观众缘极佳。她曾在事业巅峰期陷入豪门内斗，然而却做出了怒修豪门、勇闯好莱坞的决定。她就是 TVB 五小花之一陈法拉。别看陈法拉说的一口流利粤语，其实她是个地道的川妹子。1982年，陈法拉生于成都的艺术世家，爷爷奶奶在中央歌剧院教授声乐，父亲是资深调音师，母亲是舞蹈家。她这个洋气的名字法拉，就是爷爷从音符中选的最欢乐的2个发音，所以大家也喜欢叫她46。陈法拉自幼就展现出了艺术天赋，而且她从小学习就很好，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重点中学。15岁那年，陈法拉全家移民美国。到了国外，陈法拉依旧自律。高中毕业后，陈法拉的成绩已经名列全校前10，成功考上有南哈佛之称的名校埃默里大学。大学期间，陈法拉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各种选美，但这一切都是她偷偷瞒着父母做的，因为父母希望女儿能安安稳稳做个职业女性，所以才要她攻读工商管理专业。可陈法拉自有一套主张，她喜欢在舞台上展现自我，就孤身一人报名参加纽约华裔小姐选美比赛，靠着跟母亲学的一套孔雀舞摘得冠军。22岁时，陈法拉代表美国纽约来香港参加国际华裔小姐比赛，舞台上的她风华正茂，击败了当时的港姐冠军徐子珊在内的众佳丽，最后以1票之差惜败李亚男获得亚军。因选美舞台上的出色表现，她被 TVB 相中，在回美国的飞机上接到了签约 TVB 的通知。回看陈法拉22岁之前的个人经历，清醒是她的人生底色。无论是少女时代飘洋异国，努力融入他乡活成佼佼者，还是从已经扎根的国度孤身来到香港从零开始，她总是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做什么，从心而为，履定而行，才能一次又一次重新起航。签约 TVB 后，陈法拉凭借高颜高知的双高优势，跳过了跑龙套环节。第一部戏就是《法证先锋》，她饰演了林真真和荣慧2个角色，虽然戏份不多，但让不少观众慢慢记住了她。在2007年上映的《舞动全城》中，她是叛逆又酷爱跳舞，让人又爱又恨的程嘉问。在剧中，为了演绎好和廖碧儿斗舞的镜头，陈法拉把每一支舞都排练了100多次，整场比赛总共5支舞蹈，每支舞的不同分镜全部分镜拍完，花了20多个小时。这部电视剧为陈法拉的事业带来一个新的起点。凭该剧，陈法拉获得了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佳女配角。《溏心风暴之花好月圆》里，她饰演的哑女甘永庆，温柔善良，美好到令人心生怜爱。为了演好剧中的哑巴人设，陈法拉特意学了4个月手语，这份认真让剧组里的李思琪等几位老戏骨都对她赞不绝口，夸她是众多演员当中进步最大的一位。2010年，陈法拉出演的电视剧《义海豪情》大热，几乎包揽了该年所有奖项，她也毫无意外地再次获得最佳女配角。之后的陈法拉开启了主角之路，因为她在 TVB 的时间很短，所以演女主的戏不多，但《潜行狙击》、《东戏攻略》、《法外风云》几乎部部是精品。2013年，凭借《东戏攻略》获得第10届华鼎奖最佳电视剧女演员。2013年，《冲上云霄2》开播，剧中陈法拉和张智霖上演了一段亲热戏码，但由于尺度太大，该剧在开播前遭到大量删减，以至于不少观众吐槽陈法拉和张智霖没有前戏过渡，显得感情发展非常突兀。同年，他与刘诗诗、胡歌、彭于晏合作内地古装剧《风中奇缘》，这也是他离开 TVB 后拍摄唯一一部内地电视剧。场外，他也收获了刘诗诗这个好闺蜜。陈法拉非常喜欢演戏，但她非科班出身，又不是非常有灵气的演员，时常会因为声色演技被吐槽。但是 TVB 高层乐易玲非常看好她，称其颇有阿姐风范。众所周知，乐小姐用人一向只看颜值不看其他，就这样，她和胡杏儿、徐子珊、杨怡、钟嘉欣并称为 TVB 五小花旦。坦白说，在 TVB 期间的陈法拉演技和其他花旦相比确实略显稚闷，特别是《冲上云霄2》中有一段她哭不来的感情戏一直饱受诟病，她自己也意识到这点，离巢后对自己的短板进行深造。如今在好莱坞立足的她，演技自然是没话说。2013年，陈法拉在 TVB 拍摄完最后一部电视剧《法外风云》后，合约到期，选择离巢。她在 TVB 短短8年的演艺生涯就此结束。同一时间结束的还有她的第一段婚姻。那么是什么让她果断放弃了她的事业和婚姻？陈法拉是 TVB 五花中最晚出道，但却是第一个离巢的。
假如不是陷入豪门内斗让他身心俱疲，酷爱演戏的他一定不会放弃当时如日中天的事业。陈法拉一生非常热爱演戏，他对演艺事业的热衷可以用痴迷来形容。原本有更多选择的他，为了能演戲孤身一人，从已經扎根的國度來到陌生的香港發展。就像他說的那樣，他喜歡體驗不同的人生。又有得喺一年之中演繹唔同嘅角色，體驗唔同嘅人生，演完呢份工我太中意啦。和別的女星嫁入豪門後就西已不同，陳法拉結婚的條件就是暫時不公開不生子，凡事一切都要為自己的演藝事業讓路。就這兩條可謂就是點了豪門的死穴了。然而即便如此，還是有眾多豪門公子哥願意當舔狗，其中新娛樂太子爺薛世恒最為用心。在一次聚會上，他對陳法拉一見鍾情，隨即展開猛烈追求。薛世恒很聰明，也頗有文藝氣息，追求陳法拉時也與其他公子哥不同，他不走尋常路，無送豪車豪宅，反而充當男用，時不時趁法拉不在跑去他家裡洗衣做飯打掃衛生，給人一種居家好男人做派。也許是人間煙火氣最撫凡人心，陳法拉動心了，但他依舊秉持着自己的原則。然而薛世恒真的肯為他隱婚並且不要孩子，於是陳法拉就和薛家大少爺領證了。可惜嫁入豪門後，陳法拉才發現這一家子人着實不簡單。薛家的二少爺一直和大哥明爭暗鬥，而公婆似乎更偏袒老二。更要命的是2012年隨着諸葛紫棋嫁入薛家，家族內鬥進入白熱化。這個諸葛紫棋可不是一般省油的燈，原本嫩模出身的她自稱是諸葛亮第63代後援。雖然很多人質疑她假得太厲害，但諸葛小姐還是憑借這場營銷魚躍龍門，成為薛家的二少奶奶。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媒體經常把陳法拉和假諸葛進行比較，無論出身還是學歷，假諸葛都完敗。但顯然諸葛紫棋拿到了宮鬥劇本，而陳法拉演的宮鬥劇顯然還不夠多。諸葛小姐在生活上不停地給陳法拉使絆子，毫不掩飾他們妯娌之間的矛盾，甚至在婆婆面前哭訴因為陳法拉導致自己流產。就這樣，諸葛小姐憑借各種騷操作，成功把陳法拉整抑鬱了。除此之外，她還把陳法拉隱婚的事向媒體曝光。正所謂一入豪門深似海，陳法拉這下深有體會。2013年，無力與之糾纏的陳法拉提出了離婚請求，不管薛世恒如何挽留，陳法拉都不想再繼續。他不僅要離開薛家，還要離開 TDB， 離開香港。關於離婚和退圈的理由，陳法拉表示不想讓媒體把注意力放在他的私生活上，他只想好好演戲。在大家印象中，離巢的前 TDB 女星多半會走上兩條路，要麼北上內地發展，就像胡杏兒懷有6個月身孕也要登上內地舞台，要麼像鐘嘉欣嫁人生子，從此隱退。可偏偏熱衷演戲的陳法拉走出了與眾不同的第三條路。在 TDB 期間，陳法拉時常會因為聲色演技被吐槽，在明顯短板面前，有人選擇回避掩飾，當個花瓶也挺好，而有人勇敢直面，竭盡全力去彌補。陳法拉顯然屬於後者。同 TDB 離巢的陳法拉清楚地知道自己熱愛演戲，同樣也很清楚自己的演技確實略顯稚嫩。他沒有趁熱度尚存立馬在內地繼續拍戲，而是選擇了出國進修。要知道當時的他剛拍完內地古裝劇《風中奇緣》，在劇中他和當時內地正當紅的劉詩詩、胡歌、彭于晏合作飾演女2號，雖說沒能爆火，但是還是收穫了一些觀眾緣的。有人嘲諷他去國外讀書是為了療癒情傷，也有人勸他說演員就是青春飯，白白浪費幾年時間進修得不償失。然而陳法拉不為所動，只管暫停事業，全身心投入學習，因為他清楚再美的花瓶也有人老色衰的一天。為了讓藝術生命長青，他寧願捨棄一時得失，去錘煉，去精進，以迎接更廣闊的未來。離開港圈豪門後，他恢復了學霸的本領，並考入了享有音樂界哈佛盛名的茱莉亞學院。可能大家不知道當時的茱莉亞戲劇學院有多難考，該校只有音樂、舞蹈和戲劇3個專業，每年會在全球報名人員裡篩選100個精英，給予報考資格。最後被錄取的只有6名學員，陳法拉就是其中一個。回歸校園的那4年，陳法拉拿着設備走走拍拍，聽音樂看戲劇，偶爾拍一下廣告，還抽空回香港搭檔黃子華在香港演藝學院合演舞台劇前度，並連開35場。結果2018年還能以全 A 的成績順利畢業，成為茱莉亞學院首位戲劇表演華人碩士。畢業後的他順利拿到了好萊塢的通行證。和人口較少的香港不同，好萊塢的競爭相當激烈，即便你是著名學院畢業的，也得從龍套跑起。不過陳法拉是幸運的，即使是小配角，也是和大牌合作，比如和妮可基德曼的無所作為。
2020年，陈法拉主演短片《雁南飞》。在该片中，陈法拉除了做孩子的继母，还要学会抽烟，她对人物形象的把握恰到好处。导演对其的表现也是大为赞赏。该片迄今为止已经夺得7个国际性的大奖。虽然这不是陈法拉个人的功劳，但是能够有幸参与其中，对于陈法拉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殊荣。2021年，漫威耗资2亿美金打造的首部亚裔超英电影《上汽》上映。虽然男女主角备受吐槽，但陈法拉和梁朝伟在竹林里的一段浪漫打戏成为了该片的亮点之一，令人印象深刻。2022年，迷离节的播出让陈法拉成功出圈。该剧中，陈法拉与侃妹和小 K 合作，演的也不再是所谓的酱油角色。一时间，她上杂志拍封面秀时装穿高定，还和设计师乔治阿玛尼亲切合影。当她穿着阿玛尼高定款出现在戛纳电影节红毯上时，有谁还会想到她是那个出道 TDB 时因不会说粤语被媒体嘲讽为北姑的人？然而，尽管现在陈法拉在好莱坞混得不错，但只要好友需要她一样不计片酬的帮忙。2022年，张家辉自导自演电影《赎梦》，特意邀请陈法拉回港出演女主。据说这次陈法拉饰演的是一个精神病人，很考验演技，能夠吸引陳法拉回港拍戲，想必劇本是非常吸引人的。又即係夠義氣，我覺得嗰個義氣咧，其實係即係唔係對我，係對香港嘅，其實都有日緊難免有啲㗎啦。即係你自己加落去嘅，梗要啦，自肥呢啲嘢就唔使講啦，做導演嚟做乜啫？另外，該片還有一個看點，就是陳法拉和朱晨麗同框，不知道大家分不分得清啊？總之，該電影還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另外，陳法拉出演的好萊塢大片《金剛大戰哥斯拉2》也將於2024年上映。另外，陳法拉還自導自演短片《人來人往》。在短片中，他不顧形象扮演一名露宿者，穿上垃圾桶撿回來的牛仔褲，不洗頭，指甲裡全是泥垢，走在街上都沒人能認出這是明星陳法拉。感情方面，陳法拉結識了一位中文名叫司馬諾的男生，此人是哈佛大學高材生，擔任過法國駐日本外交官，目前是網絡公司創始人。他說的一口流利普通話，十分熱愛中國文化，和陳法拉興趣相投。兩人於2019年結婚。2021年，陳法拉誕下了可愛的女兒小米妮，如今一家三口幸福滿滿，可謂事業愛情雙豐收。人這一生不一定永遠都能做正確的選擇，但自始至終要做忠於自己的選擇。比起有錢有顏，有一顆清醒的頭腦才是他最大的底氣。My name is Paula Chen.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Chengdu. This is my home. This is my story. 他曾是港姐冠軍、影視歌3期紅星。他性格豪爽灑脫，不拘小節，然而伴隨他的卻是空穴來風的緋聞和無休止的謾罵。他就是 TVB 5小花旦之一徐子珊。1979年，徐子珊出生於香港一個富裕家庭，從小就有極高的舞蹈天賦。可惜11歲那年意外受傷，讓他被迫放棄舞蹈。從小就是學霸的徐子珊，中學畢業後毫無意外地考入了美國加州大學。該所學校出過很多名響國際的人物，如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朱棣文、國際知名投資人孫正義等。對於語言有着濃厚興趣的徐子珊，先後學習並精通西班牙語、日語、英語等多國語言。2004年，25歲的徐子珊畢業回國，卡着最高年齡限制報名了香港小姐選美。看似像是鄰家小姑娘的她，其實一直都是與潮流絕緣的假小子。報名培訓期間，她才嘗試穿高跟鞋，學着等單自己。然而該屆選美依舊是走着下滑路，18位候選佳麗的質素相當之平庸，並沒有太大的驚喜。徐子珊的長相很有辨識度，加上直爽的性格，舞台上顯得格外活躍。憑借多年舞蹈累積的氣質，徐子珊一口氣拿下最上鏡小姐獎、國際親善小姐獎以及年度港姐總冠軍。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各種的罵聲和網絡暴力。她並不是那一代港明星中完美的港姐人選。小眼睛、勾顴骨、香腸嘴，很多觀眾覺得徐子珊並不美。儘管如此，徐子珊還是頂着壓力參加了次年的國際華裔小姐比賽。賽前評審之一的劉德華也表示會全力支持香港代表徐子珊，但希望廣大港民不要給她太大壓力。然而賽場上的徐子珊表現明顯過於緊張，全場完全被李亞男和陳法拉壓制，甚至連保底的季軍頭銜也沒能拿到，僅僅拿了一個相當於安慰獎的美態傾城小姐。簽約 TVB 後，徐子珊並沒有多少觀眾緣，被人說有一雙狐媚電眼，看起來很不好相處，演的大多是小三拜金女之類的角色，觀眾頻頻質疑她沒資格當女主角，她也只能笑着賠罪檢討自己。
面对观众的批评，他也敢于高情商的回复。徐子珊由頭到尾都唔應該做女角啦，之前負面新聞多又樣衰，咁我練下啦，唔好意思，對唔住 ，sorry。2008年，徐子珊凭在电影《跟踪》里饰演的朱女一角，获得了27届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奖。该部电影过后，徐子珊的资源一路高涨，在电视剧《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里，凭借陆佳美一角入围万千星辉最佳女配角。同年搭档郑秀文、陈奕迅、叶璇参演的电影《大搜查》上映，另外又与甄子丹、洪金宝等人合作电影《锦衣卫》。徐子珊趁热进军乐坛，并发行首张专辑《Kiss Me Key》，该专辑让徐子珊获得2009年度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奖金奖。可以说，此时的徐子珊事业处于巅峰状态，就连《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制片方都得亲自登门找徐子珊为美羊羊配音。当时的她与童杏儿、陈法拉、杨怡、钟嘉欣并称五花旦。2011年，她主演的《法证先锋3》和《潜行狙击》让更多内地观众认识了她。2013年，凭借《雷霆扫毒》中的最惨女主陈家碧，获得我最喜欢的电视女角色奖，这是她在 TVB 期间拿到的分量最重的一个奖項。咁一定係嗰兩個㗎啦。喂，徐子珊。在他服务 TVB 的11年里，曾连续3年3次提名视后，但都陪跑。虽然和同为花旦的陪跑王钟嘉欣不能比，但始终让人感觉有所遗憾。然而，这么多年来，关于徐子珊的绯闻和谩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的社交账号经常被骂到不敢更新，惨状尤胜现在的蔡思贝。徐子珊无疑是 TVB 承受炮火最多的花旦，从出道到退圈15年的时间里，他无时无刻都在经历着炮火的洗礼。演配角时，戏里被人打，戏外被人骂；熬到主角了，结果戏里被人虐，戏外被人粉。出道时被骂又黑又臭，和任何人都无 CP 感。之后 CP 感强了，又被吐槽是发电机。原本性格大大咧咧、酷爱素颜的徐子珊，被骂没品位，有辱港姐之名。之后谨言慎行、迎合主流审美的她，又被喷整容加做作。就连徐子珊在剧中穿个吊带，也要被一帮师奶围着骂卖弄风骚。总之，不管她怎么做都是错的。那么徐子珊的招黑体质是从何而来的呢？2006年刚出道不久的徐子珊在拍摄《与人无意》作后，应邓萃雯邀请参加了《现在有心》这档访谈节目。在面对邓萃雯的提问时，徐子珊总是毫无隐瞒的回答，甚至公开谈论大尺度话题，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实这本身就是一档深夜访谈栏目，具体看点在哪，大家都懂的。然而节目播出后，因选美期间本身就对徐子珊不满的港迷们开始借题发挥，称其身为港姐言谈之间。如此开放，与想象中的港姐高贵形象天差地别。一时间，徐子珊被标签上了私生活放荡的标签。TVB 无奈只能暂时把徐子珊的作品暂停播出，甚至将她短暂的雪藏。好在她觉悟很高，抱上了乐易玲的大腿，才躲过一劫。为了挽回大众的形象，徐子珊召开记者发布会，向公众道歉，并表示自己今后会谨言慎行。尽管如此，她的形象依旧严重受损。为了扭转形象，徐子珊剪短了头发，出演《雪景初更》里的假小子。结果此剧一出，大家直呼徐子珊的造型没法看，瞬间最丑港姐的称号重出江湖。既然大家那么喜欢骂徐子珊，那干脆就让她演坏女人吧。在 TVB 的安排下，徐子珊成为剧里的坏女人专业户。《溏心风暴之花好月圆》里，徐子珊饰演了陆佳美，为了利益坏事做尽，气得观众想冲进电视打死她。唔好打得咁犀利噶，打力啲！就这样，徐子珊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背负了越来越多的骂声。其实本身这些角色人设就不讨喜，徐子珊的演技又太出彩，结果导致观众入戏太深。加上那时的港媒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利用一系列没有实锤的八卦硬黑徐子珊。比如在拍摄《美丽高姐像》时，因为该剧有多场扇巴掌戏份，吴永威借此连续扇了徐子珊几十个巴掌。陈敏之看后也效仿前辈，在借位拍摄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导演便要求陈敏之真下手。哪知陈敏之或许用力过猛，导致徐子珊之后还要找冰袋粗脸，这让两人的关系一度紧张。而在之后的剧集《卖圣 Lady》中，徐子珊和陈敏之再度在剧中碰头，结果又被爆出陈敏之和高海宁等人刻意疏远孤立徐子珊的传闻。直到2012年《雷霆扫毒》的播出，让徐子珊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有所改观。
在剧中，他饰演的女主陈家碧身世遭遇悲惨，引起了大部分观众的同情与怜悯。加之徐子珊精湛的演技，让媒体黑无可黑，不得不把槽点转移到了刚复出不久的吴绮莉身上。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讽刺，说是女主的人设救了徐子珊。在凭该剧获得最喜欢的电视角色奖后，徐子珊发表获奖感言时感慨到：“最喜欢这个词，对她来說是多麼的遙遠。”多謝幸兒，多謝嘉穎頒呢個獎俾我。好冇用啊！一嚟喊添，唔好意思。最喜愛呢個字對於我嚟講，其實一向係好遙遠，因為其實入行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係好唔得人中意。可能有人會說，《法證3》和《潛行狙擊》裡，他的人設、演技、口碑都勉強還行啦，應該沒得黑了吧？那是因為港媒把他的槽點早已放到了劇外。徐子珊出色的異性緣，讓他莫名接住了發電機的稱號。2019年，40歲的徐子珊宣布退出娛樂圈，隨即清空了所有社交賬號。總之，之後江湖再也不會有姐的八卦。與其他幾位花旦因結婚生子淡出娛樂圈不同，徐子珊的退圈更多的是無奈。在娛樂圈15年時間裡，徐子珊沒少被罵，甚至到他退圈為止，罵他的聲音依然此起彼伏。身為 TVB 的當紅花旦，他的工作強度幾乎一年到頭輪軸轉。與內地動輒千萬的片酬不同，他的片酬其實並不高，尤其是年復一年的付出，收穫的卻是一系列的樂評。這讓原本自信的他也變得越來越自卑，甚至覺得長了個暗瘡都覺得是自己錯了。過咗15年，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叫我問我睇翻轉頭，我覺得其實我好似唔係做緊自己。即係我今日生咗個暗瘡，開到好似好似我有錯咁樣嘅，即係以前好攰咯，你就會覺得好攰。雖然在罵聲中收穫了演技，但演技再好也沒能改變大眾對於徐子珊的看法。關於她整容的傳聞一刻都沒有停過，每次談及此事，徐子珊在否認的同時都會樂觀面對，從未因此動怒。網民成日話你整容喎，或者微調啊咁樣，你有冇因為呢啲事唔開心而要申冤？冇啊，大頭啲唔該，大頭啲啊唔該。好不容易演技得到了認可，港媒又給她冠上了 TVB 發電機、無限女屠夫等稱號，幾乎她的每部戲都會和男主傳出緋聞。她的緋聞伴隨着演藝生涯相輔相成。2011年，張馨予的一條微博直接將徐子珊推上熱搜，起因還是因為徐子珊和吳卓羲太有 CP 感。而要問張馨予為何發此言論，或許跟沒安全感有關。畢竟三人的是是非非，豈是寥寥幾句話就能說清的？然而此事在媒體的添油加醋下鬧得沸沸揚揚。其實，在幾位昔日男搭檔眼裡，徐子珊性格爽朗，開得起玩笑，形象一直與男孩子無異。女扮男裝喎，係咯，最似噶啦，係啊，人嚟喎，基本上係啊。但與某些喜歡打着兄弟名義搞曖昧的女星不同，徐子珊該有的分寸感卻一點都不少。在戲裡，她和眾多男藝人都是默契的熒幕 CP。然而到了戲外，徐子珊懂得適當保持距離。有一年 ，TVB 台慶玩遊戲，需要女藝人們通過舌頭來辨認男藝人，而徐子珊在已經認出好搭檔黃宗澤的情況下，把主動權轉交給了黃宗澤的女友胡杏兒。可以說，這樣的處理方式既大方得體，又能避免給人留下話柄。時，徐子珊真正承認過的男友只有2位，一位是著名導演游乃海，另一位是圈外的演客名醫謝偉業。而這2段感情都沒有讓他過上幸福的生活，甚至還遭遇了被劈腿的囧事。2015年，因受不了 TVB 的工作強度和山頭文化，徐子珊選擇不再續約，而是轉身做起了珠寶生意。之後沒多久，他便簽約到了王祖藍的公司。然而王祖藍並沒有給到他好資源，導致徐子珊對娛樂圈失去了希望。至今還有許多徐子珊的粉絲最恨的就是王祖藍，因為他們認為是王祖藍耽誤了徐子珊。雖然徐子珊一直在努力拍戲，但因性格原因導致感情與事業受阻。他也曾刻意的去迎合圈內規則，但最終卻失去了自我。2017年，他重返校園便萌生了退役。2019年12月，他選擇退出娛樂圈，做回真實的自己。在鏡頭之外，他有能力可以讓自己過得更好。而在面對感情這件事上，退圈後的徐子珊反而看得更淡了。當年的5小花旦，其中4位都已結婚生子，其中陳法拉都已經結婚2次了。然而如今44歲的徐子珊依然單身。之後的時間，他打算都用在學習上。他選擇賣車賣房去國外，攻讀心理學博士和珠寶鑑定。
3年后再次亮相的他，身材样貌一如往昔，对合照要求来者不拒，还创立了个人品牌，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珠宝设计师。然而如今港剧迷们开始怀念他演戏的岁月，细数他塑造的一个个经典角色，不知道将来他是否还有机会复出呢？他是 TVB 剧迷心目中的民选视后，选美冠军出道的他曾受到无限的力捧，但却在争夺视后的路上无数次被戏耍。他就是 TVB 5花之一钟嘉欣。2021年，钟嘉欣凭借《星空下的人》中饰演的儿科医生张以欣再次入围视后。在该剧中，钟嘉欣的表现可圈可点，特别是哭戏代入感极强，完全让人忘了以往她给人的那种傻白甜乖乖女的荧幕形象。为了拍摄该剧，刚产下2胎没多久的她，连续2年都奔波于加拿大与香港之间。另外，剧集播出后，她不仅专门演唱了主题曲，还带着全家人一起录制 MV。所以当入围名单公布后，所有人都觉得这次钟嘉欣拿视后是板上钉钉的事。首先，该年并没有特别强劲的竞争对手，而钟嘉欣入围的《星空下的人》口碑热度都不错。其次，这已经是钟嘉欣第14次提名了，其中第8次提名视后提名次数仅次于轩轩和佘诗曼。作为服务 TVB 的老员工，也被耍了那么多年了，颁个视后给他也在情理之中。而且钟嘉欣的网络投票数一直是遥遥领先的，网友们也都在期待他能拿下双亮视后。钟嘉欣本人也是信心满满，疫情期間特意從加拿大趕回來，經過10幾天的隔離後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是自信滿滿，對獲獎充滿了期待。多謝大家咁睇好我，上我攞視後。然而結果是林夏薇憑借七公主拿下視後，而鐘嘉欣連女喜也沒拿到，僅僅獲得了一個等同於安慰獎的馬來西亞最喜愛 TVB 女主角獎。結果一出，全網罵聲一片。本人沒有看過林夏薇的七公主，所以對她的演技不予評論，看過的朋友可以評論一下是否實至名歸。面對媒體的採訪，鐘嘉欣依舊回應得很體面，祝賀獲獎者的同時，將所有原因歸咎到自己身上。他認為是自己表現得還不夠好，同時他還透露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回來頒獎台。我真係好感恩我可以參與今次呢個頒獎禮。正如頭先我所講，其實今次之後，我真係唔知幾時會再返嚟，甚至可能都未必會再即係上到呢個頒獎台，係咪？咁所以今日咧，我嘅心情其實我已經準備好。入咗行咁多年，我真係好清楚。其實頭先我喺台度，盡量我其實估到㗎啦。我攞到馬來西亞嘅時候，我已經講話，我唔知我之後仲有冇機會可以上到台，所以我喺嗰刻已經講咗，即係邊個攞獎真係冇所謂。繼續努力啦，我繼續努力。係我覺得我可能做得唔夠好，所以我得唔到，所以我要繼續加入。加油！永遠都係我哋嘅最佳女主角。這一番暗藏吸引打算的發言，實在無法讓粉絲心平氣和。雖然之後他又說他還年輕，還有機會拍戲，但或許就如其中一位網友所言，他在 TVB 待了10幾年，什麼規則他怎會不懂呢？這次甘願隔離10幾天回來參加頒獎禮，感覺這更像是在告別，他的告別也是我們的告別。雖然告別這個詞略顯悲傷和淒涼，但 TVB 的沒落不是沒有原因的。網友感嘆從此 TVB 再無視後，其實鐘嘉欣與無線的合約早在2018年初就已到期，而他也選擇不再續約。但奇怪的是，獲得視後的林夏薇也非全樂藝人，也許該屆是地壇俊彥的一句話道出了真相。觀眾成日誤解藝人攞獎根本唔係靠實力，係靠乜嘢？本來我想講關係。然而雖然在視後爭奪上被當猴耍，但是 TVB 對鐘嘉欣的偏愛還是肉眼可見的。鐘嘉欣一定是5小花中最受力捧的，一度被稱為 TVB 霸屏女王。你不認識她，那就讓好彩妹來給你洗洗腦。笑口常開，好仔自然來嘛。笑口常開，好仔自然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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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笑口常開，好仔自然來嘛。笑口常開，好仔自然來。笑口常開，好仔自然來。寶貝。1984年，鐘嘉欣生於加拿大溫哥華的小康之家，父母對她以富養為主，因此養成她從小乖巧聽話的性格。從小學習成績優異的她，考入哥倫比亞大學護理系後又轉入到了教育系。即便如此，她在第2年的時候就把教育系的課程全都學完，可謂妥妥的學霸一枚。因加拿大的暑假格外無聊，閒來無事的她就報名了本土的一場選美，沒想到輕鬆獲得冠軍。
接着又斩获温哥华华裔小姐桂冠。2004年，钟嘉欣回港参加国际华裔小姐选美，在美女如云的选美现场，性格腼腆害羞的她起初并不被人看好。然而，她甜美的笑容打动了评审陈慧琳，在陈慧琳的提携下，钟嘉欣最终以飞马姿态夺得冠军。多年後，鐘嘉欣在接受採訪時多次提到，是陳慧琳為他打開了第一扇幸運之窗。佢嗰陣時做我選美19歲嗰陣時嘅評判啊，係佢俾到個信心我嘅。加入 TVB 後，鐘嘉欣直接跳過龍套階段，第一部劇就是黃金9點檔的王牌喜劇《皆大歡喜》。劇中鐘嘉欣飾演的紅白藍與馬俊偉飾演了世子山兩人的對手戲，為全劇增添了不少笑料。馬俊偉對這個小師妹十分欣賞。兩人後來5度合作飾演情侶，台下更以兄妹相稱。次年，他又同鄭伊健、林保怡、佘詩曼合作主演電視劇《隨時候命》，劇中飾演第2女主角施楚琪也。該劇也讓他獲得萬千星輝飛躍勁舞女藝人獎。鐘嘉欣不是正經科班出身，但憑借甜美的長相和敬業的態度，很受高層青睞。然而，公司無腦的力捧卻差點讓他丟了戲命。2005年，鐘嘉欣在廣東番禺拍攝電視劇《人生馬戲團》期間，因同劇演員楊思琦生日，他和陳浩民等人為楊思琦慶生。凌晨1點，當眾人從 KTV 出來時，一群神秘男子突然從車上跳下來，舉起砍刀就朝他們砍來。鐘嘉欣和楊思琦一路狂跑，據說最後躲到垃圾堆裡才勉強逃過一劫。事後 TVB 方面馬上封鎖了消息，但當時就有知情人爆料稱，因為鐘嘉欣和公司高層關係密切，動了部分人的利益。直到10年以後，鐘嘉欣首次在節目中講述了這段驚心動魄的經歷，而他的解釋是對方認錯了人，並表示之所以沒有第一時間回應，是因為自己當時患上創傷後遺。落車開到門，有十幾20個男人拿住一個圓彎刀，真係攞刀劈你。咁大嘅閃令令嘅夜晚，因為我最前，我睇得最清楚嘅，咁佢就。然而此事絲毫沒有影響 TVB 力捧他的決心。法證先鋒、溏心風暴等熱劇持續為他安排上，特別是溏心風暴中他飾演的常在心，一時間在香港掀起熱潮，讓他徹底火了。然而最為內地觀眾所熟知的一定是那部《搜神傳》，在劇中好彩妹不斷說出的那句洗腦台詞，笑口常開，好彩自然來，原本正能量的一句話在劇中頻頻出現，不管是父親變成了一頭豬，還是母親被打了個半死，好彩妹依舊肆無忌憚地喊着口號。由於洗腦過度，至今仍遭網友吐槽。該劇之後，鐘嘉欣迎來了她的巔峰期，金石良緣、護花微情、公主駕到、巨輪等等熱劇接踵而來，每年的 TVB 劇集中都不止一次的能看到她的身影，被稱為 TVB 霸屏女王。一時間，鐘嘉欣又接廣告又出唱片，忙得不亦樂乎，成為 TVB 最撈金的女演員之一。為了配合她的時間，甚至整個劇組不惜轉移到她家門口拍攝。然而正所謂捧得越高，往往會摔得越慘。鐘嘉欣一直給人一種清純甜美的乖乖女形象，對於此類角色，她可謂手到擒來，只需本色出演即可。不過當時只能勝任傻白甜的她，也不可避免地被貼上了花瓶的標籤。隨着公司對她的力捧幅度越來越大，鐘嘉欣的演技開始被人詬病。觀眾表示看了那麼多年，演技一點沒進步，角色形象的單一也讓她一直走在事後陪跑的路上。她開始慢慢嘗試轉型。在電視劇《華麗轉身》中，她一改往日傻白甜的形象，飾演表面拜金，實則重情重義的司徒迪迪。她的許多台詞被奉為港女金句，雖然角色在有些觀眾心中並不討喜，但至少鐘嘉欣是開竅。然而觀眾依舊覺得她的演技不扎實，忽高忽低，有時候演哭戲能讓人動容，有時候又尷尬的泥人摳腳。面對觀眾的指責，鐘嘉欣也是倍感壓力。在面對負評時直率的性格中，還是帶有少許傲氣。佢把聲真係又尖又高音又刺耳，搞到我呢時常都好憎佢啊！多謝。眾所周知 ，TVB 山頭林立派系眾多，除了高層互相鬥法之外 ，TVB 花旦們也會有自己的小團體。雖然不算是山頭文化的延續，但是避免被孤立抱團取暖還是少不了的。而鐘嘉欣組建的這個小團體，光聽名字就有種目空一切高傲的感覺。處女黨，該團體的特點就是高顏值、高學歷、不做作。成員除了鐘嘉欣，還有李亞男、岑麗香、苟芸慧、王君馨。可以看出，除了王君馨是港姐亞軍出道之外，其餘4人全部是華裔小姐冠軍，且都是加拿大海歸。該團體成立之初，眾人都還沒有結婚。之所以敢在娛樂圈取處女黨這個名字，表面是說什麼婚前守節，
实则是讽刺娱乐圈里的大部分人来突出自身高雅。该团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家庭轻事业。如今5人均已离巢，且都已为人妻，而钟嘉欣是5人中第2位结婚的。提起钟嘉欣的感情生活，林峰一定是绕不开的名字。2人组成的荧幕情侣，至今仍是許多人的青春記憶。咯，搭斜咩？你講得斯文少少得，咁咪發展落去咯，咁咪發展落去咯，我7個字。上一次可以代表晒7個字啊！戲外2人的绯聞當初鬧得沸沸揚揚，一直持續了4年之久。可惜的是，雙方都未能公開承認這段戀情。2007年，鐘嘉欣在拍攝電影《十分愛》期間與動作演員吳宇萌相戀。此時的鐘嘉欣正受到公司的力捧，因為雙方名氣差距很大，所以一直是保持地下戀。直到2013年，鐘嘉欣在個人演唱會上大膽地承認了自己與吳宇萌的戀情，並且表示想結婚了。可惜女方的表態卻遲遲未能等到男方的回應。在被媒體問及他對2人的未來有什麼打算的時候，吳宇萌也是閃爍其詞，沒有正面回復，這讓鐘嘉欣感覺對方沒有要娶她的意思。於是2年之後，他大大方方的結束了這段長達8年的戀情。2016年，鐘嘉欣公開自己要閃婚的消息，並宣布退圈。他的結婚對象是年長他13歲的肌骨治療師 Jeremy， 他還有另一個身份，就是 TVB 主席梁買鵬的侄子。據說2人相識4天便閃電結婚，並在同年誕下了愛情的結晶，2年後又懷上了2胎。可能對於未能拿到視後，還是耿耿於懷。2020年，鐘嘉欣復出拍攝了《星空下的人一》，該劇讓他成功入圍視後，可惜依舊事與願違，鎩羽而歸。經歷過多次陪跑的鐘嘉欣似乎也看淡了許多，他表示自己還年輕，還有機會演戲，會繼續努力。2022年，鐘嘉欣又誕下小女兒子玲，如今一家5口生活的幸福美滿，其樂融融。沒有事後又如何？她依舊是大部分觀眾心中的白月光。胡杏兒原本只是陪朋友參選港姐，結果朋友落選了，她卻入圍了。19歲的她沒有驚為天人的容顏，也沒有任何後台關係，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大一在校學生。然而胡杏兒在舞台上的表現卻是一點也不普通。她雖沒有其他佳麗那麼多才多藝，但她卻格外放得開。她即興表演喜怒哀樂4種表情，將台下的評委逗得合不攏嘴。如此活潑開朗不做作的性格，讓當時的評審政協委員霍震霆、賭王之女何超瓊、歌壇天后葉倩文紛紛為她打出了高分。該屆選美郭羨妮憑借高學歷、高情商，幾乎包攬了所有獎項。亞軍是著名影星鄭佩佩的女兒袁子慧，胡杏兒獲得了活力風采獎，同時也贏得了香港小姐季軍。然而港姐季軍這個頭銜對別人來講可能是一個莫大的榮譽，但對胡杏兒來講卻是一種傷害。她等到的不是人們的祝賀，而是滿滿的惡評。香港媒體更是稱她為豬扒港姐，一個花季少女總是被人品頭論足，那種酸楚可想而知。雖然收到了 TVB 的邀約，但她卻陷入兩難的抉擇。父親希望她能完成學業，身邊的人也覺得她並不適合那個複雜的圈子。然而胡杏兒卻做出了影響她一生的決定，選擇了進入演藝圈。這個決定必然是充滿了風險和挑戰，畢竟前幾年進圈的港姐如今銷聲匿跡的比比皆是，加上當時的港民對她的外形惡評如潮。果然簽約 TVB 以後，因為長相不被看好，又沒什麼關係背景，編劇總是給她安排一些可有可無的角色，甚至有導演直接毫不避諱地對她說，憑你這副長相，這輩子不可能當女主角。看着同期的郭羨妮一出道就是女主，而自己想要混個戲份多一些的女配都難上加難，心情多少有些落寞，也曾有過退圈的想法，但最終她選擇了堅持。雖說出道3年，胡杏兒一直演着配角，但卻學到了很多難能可貴的表演經驗，使得她的演技更加嫻熟。此時出道即巔峰的郭羨妮，卻因為花邊新聞太多被公司雪藏。這時公司想起了同期的胡杏兒，於是讓她頂替郭羨妮搭檔一眾帥哥。雖然還是被罵醜，但胡杏兒憑出色的演技，慢慢改變了觀眾對她的態度。特別是和黃東澤搭檔《我的野蠻婆婆》效果出奇的好。為了繼續提升演技，她經常連週拍戲，一天只睡2-3個小時，終於憑借《怒火街頭》和《萬皇之王》又係大熱啦。所謂嗰陣時係突然間好短時間要增肥，要拍肥啲。在其並不擅長的唱跳領域有所突破，胡杏兒對待事業充滿狠勁，對待感情也是敢愛敢恨。關注可樂下個視頻，馬上為你帶來。要說哪位港姐對自己最狠，那一定是胡杏兒了。為了演戲，她想胖就胖，想瘦就瘦。在拍攝電視劇《肥田喜事》的時候，
为了符合剧中人物形象，2个月增重38斤。早上起床先来一杯全脂牛奶，晚上再狂吃冰激凌、烧烤等高热量的食物。最后吃的他看见食物就反胃，制片人都看不下去了，称只要增重20斤就行。可胡杏儿发现增重20斤效果一点也不明显，大腿中间还有缝隙，必须再胖20。胡杏儿到底经历了什么？1979年，胡杏儿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聪明伶俐的她，在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了短暂的童年时光。8岁那年，父母选择离婚了，家里3个女孩全部归父亲抚养。母亲很快再婚，组建了新的家庭，之后几乎再也没有搭理过3个女儿。多年以后，已为人妻为人母的胡杏儿，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提及这段童年回忆，她淡然地选择原谅母亲，并表示能够理解她当时的心情和面临的困境。他也是这个命苦的人。说实话，因为我现在是个母亲，我不能理解她当时的一些行为。她很年轻嫁给我爸爸，22岁生了我大姐，26岁的时候弄我。当时我们也没有像现在有什么阿姨啊、保姆，都是她自己带。我觉得可能这也折磨到她，就是挺厉害的吧。带孩子，我现在知道带孩子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如果你真的是全职母亲，然后她可能自己也觉得我这么年轻，我怎么就一辈子都奉献给我孩子，她有点不甘心。我爸爸不解温柔的那种男人吧，不懂得去哄她呀。就我妈也找了另外一个人，我7岁的时候他们就分开。如果我是她，我有3个孩子，我舍不舍得就这样放弃呢？我觉得我不舍得的。可能她很想摆脱这么刻板的生活吧。相对来说，她也失去了跟她3个女儿的亲情。你得必有失的，但现在她得了这个病是一个解脱，我们都不记得了，不记得好，记性太好反而更痛苦。生活你选择错了，可能影响得很大。然而沉默寡言的父亲虽然无力补偿女儿缺失的母爱，但是他终其一生都在竭尽全力地负兼母职。身为香港公务员的他，享有子女到国外读书的津贴。为了让胡杏儿有更好的前途，在他13岁那年，父亲忍痛将他送去北爱尔兰读书。孤身一人的他在异国他乡，时常受到同学的非议和排挤，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同时，精神上也饱受凄苦。但也就是这段留学经历，让他养成了独立坚毅的性格。胡杏儿是个穷学生，但他很懂事，知道父亲能提供的生活费有限，他除了努力学习外，还要挤出时间勤工俭学帮补学费。就这样一待就是6年。高中毕业时，他同时被多所英国知名大学录取，但是昂贵的学费又难倒了这个家庭。当时胡杏儿的2个姐姐也在上大学，父亲一人的工资实在无力承担高昂的留学费用。懂事的胡杏儿最终还是放弃了留学的机会，回到香港，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化学系。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大一期间陪同朋友参加的一次选美比赛，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关注可乐下个视频，马上为你带来。当胡杏儿在媒体面前声泪俱下时，黄宗泽才明白自己已经彻底失去她了。2人在一起8年，黄宗泽始终绯闻不断。在经历分分合合后，胡杏儿最终选择了离开。分手后，胡杏儿接受采访时，绝口不提黄宗泽半句不好，却在被问是不是他还想再多玩几年时，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当爱没有回应时，就要学会体面的离场。他们相识于微时，离别于今年，互相见证了彼此从龙套到一线。2004年，2人合作《我的野蛮奶奶》在剧中饰演夫妻的他们，把一对活宝夫妻日常演绎得惟妙惟肖。也许黄宗泽觉得他和以前交往过的港女不同，虽然相貌普通，但他很认真，可能想换一下新鲜感。又或许是胡杏儿爽朗的性格，确实让黄宗泽为之倾心。2人很快就从戏里发展到了戏外，开启了长达7年的地下恋情。那时的观众们虽然被他们的演技所吸引，但是并没有人想到他们会在戏外走到一起。恋情曝光后，铺天盖地的全都是反对之声，因为他们认为黄宗泽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胡杏儿无论是外貌还是性格都过于弱，肯定驾驭不了黄宗泽，所以不少人等着他们分手。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虽然黄宗泽经常传出绯闻，但与胡杏儿的感情却始终坚定。面对各种绯闻，胡杏儿不但选择隐忍，还顶着绿光扮演铲屎官的角色，屡屡出面帮黄宗泽澄清。据说接到小三逼宫电话的他，在咆哮痛哭之后，依然选择息事宁人，因为他在等待黄宗泽长大，等待黄宗泽给他一个家。他们就这样跌跌撞撞走过了那么多年，粉丝们也逐渐对他们改观，并真心希望他们能修成正果。2011年，胡杏儿获得 TDB 视后时，哽咽着表白黄宗泽：“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努力坚持下去。”
坐在台下的黄宗泽眼里满是温柔。咁我知大家，但是海王怎么会甘心过平凡的日子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胡杏儿非但没有等来对方的求婚，反而等来了他与其他女生愈演愈烈的绯闻。据说黄宗泽身上带3部手机，一部是对应胡杏儿和家人，一部用于工作，另外一部就是联系各种女孩。胡杏儿在内地拍戏半年，黄宗泽就换了3个女朋友。每一次被问及绯闻，黄宗泽都逃避不回应。他或许真的深爱着胡杏儿，总觉得对方是自己永远的避风港，玩累的时候能让他休息停泊，因此他有恃无恐。可完全没想过有一天这个避风港再也不对他开放了。2012年，胡杏儿当着媒体的面单方面宣布2人分手。要说分手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黄宗泽。黄宗泽一直不愿给胡杏儿婚姻的承诺。此时的胡杏儿已经年过30，他深知陪黄宗泽长大的成本有多高，再不止损，他一辈子都难以挣脱束缚。2013年的 TVB 台庆上，2人再度同台，黄宗泽隔着人群远远看着他，虽然相隔几米，却像隔着一条银河。正当大家对2人的爱情感到惋惜的时候，胡杏儿很快就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李承德。相见恨晚，15年传出和内地女演员张莎莎交往，又在2017年和陈嘉环因戏生情开始同居。后来在黄宗泽的生日那天，张莎莎和陈嘉环意外碰面，这时他们才知道彼此的存在。最终这场闹剧以张莎莎获胜收场。胡杏儿如今的状态比之前更加明艳动人，不难看出她婚后生活得非常幸福。正是因为有了爱情的滋润，她才会活成仙女一般漂亮洒脱。胡杏儿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人生的遗憾时，她是这样回答的：如果说人生有没有遗憾，我会觉得我认识我老公太晚。人生如逆旅，你我都是过路客，真的遇到爱情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把握，不要等到失去了再后悔。他是 TVB 的励志典型，他从龙套到大满贯事后用了整整13年，他一生经历无数挫折，却一直勇往直前。他就是 TVB 花旦杨怡。我知道他已经改名叫杨倩瑶，但我还是想叫她杨怡。当年那个手撕白莲花气场全开的大女主杨怡，她的人生经历多少有点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意思。1979年，杨怡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家庭，她还有一个比她大2岁的姐姐杨卓娜。然而在她2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了。因为一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生活很是不易，母亲只能带着他们改嫁。2姐妹从小就非常懂事，看着母亲那么辛苦，就想快点长大替母亲分担一些。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尽管童年受到了很多挫折，他们并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要想尽快改变生活，最好的捷径就是进入娱乐圈。高中毕业后，杨怡就考进了 TVB 艺员训练班，恰逢无线电视台32周年庆，她被安排做一名礼仪小姐，面带微笑，穿着红色的礼服，负责将那些颁奖嘉宾搀扶出场。这份不起眼的小工作，很多人都不看在眼里，唯独杨怡就像是捡到了宝，格外的珍惜，因为这是她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杨怡当时的同班同学很多都是港姐出身，然而即便是港姐出身，颜值与才华占尽优势的演员，也大多需从女2号做起。更有甚者，一天绿叶，一辈子可能都是绿叶。而相貌一般，出身一般，背景为零的杨怡只能跑龙套。在向海蓝版杨贵妃中，她的台词不到数句，连露脸都还是在铜镜中的折射才能看到。好在 TVB 比较人性化，无论角色大小，只要参演，就会在片尾的演员表中看到她的名字。就这样，杨怡开启了她的龙套生涯。2001年《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她只是阿蛇身边的一个连台词都没有的小嘀咕，可能连佘诗曼都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小嘀咕10年之后会和她同坐第一排争博士后。那时的杨怡不怕吃苦，默默坚持珍惜每一个角色，一点一点提高自己的演技。她在等待一个机会，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千禧年后 TVB 发生人事变动，很多一线小生和花旦纷纷迷潮。跑了3年多龙套的杨怡出演了《智勇新警戒》，在其中饰演的是未婚妈妈温佳丽。杨怡对人物自身矛盾的处理充满张力，让人印象深刻，也让 TVB 高层注意到了这个努力的姑娘。凭此片，杨怡获得了当年的飞跃进步女艺人奖。本年度我最喜愛飛躍進步女藝員，智勇新境界楊怡。多謝，恭喜晒楊怡，講講你嘅感受啊！好突然咁
翻嚟，因為出邊係做緊戲，咁翻嚟呢度好多謝 TVB 俾呢個獎我，多謝監製，多謝 Tommy，Talent 啦，多謝我經理人嘉莉，同埋屋企人啦，仲有一班支持我嘅 fans， 同埋我唔會令你哋失望，我會繼續做好啲，多謝。從那之後 ，TDB 開始試着力捧他，想讓他替代日益跋扈的張可頤。隨後一系列熱門電視劇的角色接踵而來，最多時一年出演4部電視劇。面對超負荷的工作量，楊怡並沒有怨言，因為他深知自己遠沒有到達要紅的地步。對待每個角色，他都認真揣摩，深入刻畫。2008年出道9年的楊怡終於憑仗《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摘得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女配角。此時的楊怡靠着扎實的演技逐漸開始走紅。楊怡是 TDB 唯一一位大滿貫視後，一系列的榮譽見證了她從龍套到女主的辛酸與不易。2009年 TDB 推出大熱宮鬥劇《宮心計》，楊怡在劇中飾演了女2號奸妃姚金玲。第一次演反派的楊怡將角色前期的伸張正義與後期的霸氣狠毒演繹得極度真實。相比起劉3好的善人善心，姚金玲的成長之路卻更接近現實，以至於相比清純白蓮花劉3好，觀眾更喜歡帶刺的玫瑰姚金玲。她在劇中那句經典台詞被製作成表情包廣為流傳。面係主子，骨子女依然喺度。此劇也讓楊怡第一次獲得視後提名。可惜的是，那一年除了《宮心計》，還有《巾幗梟雄》《珠光寶氣》等劇熱播。雖然最終在視後爭奪上敗給了鄧萃雯，但卻力壓同劇的女主佘詩曼博得最佳表現大獎以及我最喜愛女角色獎。得獎者係姚金玲、楊怡。攞個獎先啦，攞個獎先。同埋我身邊嘅姊妹啦、阿蛇啦，佢話如果我攞嘅話，佢會走出嚟錫我一啖嘅。其實我都好想嘅。唔好猶豫啦，嚟啦！送你仔。多謝多謝。次年，楊怡憑借《談情說案》再次提名視後，劇中她飾演了一位為人正義的女警犀利妹，她的那段分手哭戲堪稱教科書式經典。然而該年《義海豪情》大熱，幾乎蓋過了同年所有作品。鄧萃雯連莊視後，楊怡繼續陪捧，雖然輸了視後，但在熱度上楊怡可是一點沒輸。在隨後的合照環節，第一排的楊怡毫不避諱地向身邊的胡定欣翻了一個白眼，隨後又聳聳肩，轉頭與右側的徐子珊有說有笑。可儘管楊怡表現得如此明顯，胡定欣也只能當作沒看見般的大笑。事後網友評論也是兩極分化，有說楊怡態度囂張、目中無人的，也有說胡定欣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此時的胡定欣還在2、3線苦苦掙扎，因與鄧萃雯交好被拉到了第一排。胡定欣駐足不走越級站位的舉動讓楊怡十分反感。雖然事後兩人都表示沒有不和，然而媒體深扒後發現事情似乎沒有那麼簡單。原來兩人在拍攝《大唐雙龍傳》時相識，因為有相似的遭遇，很快就成了好姐妹。無論外出遊玩還是出席活動，兩人都形影不離。關於兩人的矛盾，港媒稱在拍《大唐雙龍傳》期間，兩個人都看上了吳卓羲，三人關係撲朔迷離。有一次，吳卓羲正在和胡定欣一起接受採訪，中途楊怡卻突然拉着他離開，搞得胡定欣也尷尬。那時三個人的緋聞傳得沸沸揚揚，但是個人認為兩人為一個海王爭風吃醋並不可信。再說吳卓羲是樂意玲的，不怕惹怒高層，不想混了。雖然楊怡敢愛敢恨，但不至於歪在事業上升期拿自己的前途開玩笑。還有一種說法是因為馬國明。眾所周知，馬國明在圈內最好的異性朋友就是楊怡。馬國明與胡定欣的關係被曝光後，很多人都抱怨胡定欣拖累了馬國明，然而到最後胡定欣卻選擇了和他分手，這讓馬國明很是傷心。楊怡看着自己好友被耽誤事業還被爽，就跟胡定欣正式鬧掰了。不管傳聞是真是假，總之一切都成為了過去式。之後兩人再度同台，關係早已緩和。2012年，楊怡憑借《名媛望族》終於登上視後榜座。聽聞獲獎那一刻，他喜極而泣。2012年萬千星輝頒獎禮最佳女主角，四太太楊怡。我冇諗過我可以企喺呢度，因為我真係以為自己選情告急。
好多謝全港所有嘅觀眾投我一票，好衷心多謝你哋。10幾年嘅路原來係好難行，但係我一啲都冇放棄過，亦都冇枉費行到今時今日呢一步。从龙套一步步完成大满贯，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奋走过来。相比那些起点比他高很多的时候，他的大满贯之路更为励志。跟他合作过的艺人也都对他赞誉有加。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事业心极重的杨毅却在巅峰期结婚生子，而且对象还是咖位远不如他，且4年换13个女友的情场浪子罗仲谦。关注可乐，下个视频马上为你带来。